诊断正确不等于治疗有效。有一种人，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病症看得比任何人都清楚，腐败在哪里，漏洞在哪里，哪根链条已经断裂，他们说得出，写得下。方案厚厚一叠，每一条都有来处，每一条都言之有据。他们不是骗子，骗子清楚自己在骗人。他们是信徒，相信方案足够正确，现实就理应服从方案。这种人历史上不少见，他们通常死于同一件事，理解经典但不理解活人。史建国元年，公元9年，王莽登基不满1年，第一批改制诏书已经落地。他看见了西汉200年积累的所有病症，他备好了一份3000年前的药方。医生看对了病，开错了药，病人死在台上。这不是医疗事故，这是拿着2000年前的古方治活人的必然结果。王莽所有改革的底层逻辑只有一句话：回到周朝。这不是比喻，他真的相信周礼描述的制度可以原样复刻到一个拥有6000万人口的帝国上。井田制、王冠制、五等爵制、6点9职，这些在儒家经典中被当作上古圣王之治的制度蓝图，王莽视之为施工图纸。他不是向前找答案，而是向后找答案。这不能全怪他一个人。西汉200年的经学教育培养出一整代人的思维方式，当下的一切问题古人都已经解决过了。3代之治是黄金时代，后世不断堕落，拯救的方式是复古。这个信念不是王莽发明的，而是整个世人阶层的共识。王莽不过是这个共识最虔诚的实践者，但虔诚和正确是两回事。他的诊断无可挑剔，土地兼并摧毁了自耕农基础，奴婢买卖把活人变成了货物，豪强垄断了山泽盐铁之力，货币流通只肥了中间商。这些问题从武帝时代就有人喊，董仲舒喊过，施丹喊过，贡禹喊过，没有人真正动手，因为每一个问题的背后都站着一整片利益集团，不是看不见，是不敢碰。王莽碰了4个问题，4把刀同时砍下去。问题是他的4把刀全部铸造于2000年前，刀刃已经和这个时代的骨骼完全不匹配。史建国元年，王莽颁布王田令，核心内容：天下土地改称王田，一律不准买卖。一家男丁不满8口而占地超过1井900亩，多出的部分必须分给宗族邻里，无地者由官府收田。逻辑很清楚，把被吞掉的田还给种田的人。原型是井田制，8家共耕1井，中间1块归公，周围8块归私。经书里写得清清楚楚，整整齐齐。但经书没有告诉王莽4件事。第一，谁来量地？西汉没有完整的全国田亩登记系统，各郡国的土地簿册残缺不全，大量田产隐匿在豪强名下，挂在族人、佃户甚至死人的户籍上，你连数据都拿不到，怎么重分？没有清晰的数据，就没有可执行的公平。这不是态度问题，是技术问题，而技术问题不会因为皇帝的决心而自动解决。第二，谁来执行？县令、县丞、乡瑟夫，这些基层官吏不是真空中的螺丝钉，他们自己就是地主，或者与地主有千丝万缕的姻亲、债务、庇护关系。让他们去侵占豪强的土地，等于让被告当法官。他们不但不会真正执行，还会利用侵占的权利向更弱势的人勒索。你给了他们一个新工具，他们只会用这个工具对付最没有反抗能力的人。第三，怎么善后？禁止土地买卖意味着冻结了所有正常的地产交易。一个农民想卖掉一小块薄田换口粮活过冬天，违法；一个寡妇想把亡夫的地转给兄弟以换取赡养，违法；一个小商人想用成交一块地抵押借款维持生意，违法。这条禁令的打击面远远超出了大地主，他把整个社会中最日常、最底层的经济活动一刀切断，最先被套住的反而是交易量最大、最缺乏规避能力的中小农户。第四，古今根本不是一回事。井田制，如果它真的存在过，是在人口稀少、土地充裕、宗法社会高度紧密的上古条件下运作的。西汉末年的现实是6000万人口，人地矛盾尖锐，宗族关系早已被郡县制打散，把一件量身定做的衣服套在一个体型完全不同的人身上，不叫复古，叫削足适履。结果完全可以预料，豪强纹丝不动。他们的土地本来就登记在各种名目下，祖产、祠田、佃户代持，根本查不清楚。即使查清了，地方官也不敢动。动了一个豪强，等于得罪一整个宗族网络，从县城到游侠到乡里的地痞，全会找上门来。没有哪个县令愿意拿自己的仕途甚至性命去赌一道遥远的诏令。倒霉的是普通人，小农因不慎买卖土地而获罪，处罚从罚金到流放不等，市场上正常的地产流转戛然而止。
但人要活命，交易不会消失，只会转入地下。于是出现了一个荒诞的局面，合法的交易停了，非法的交易照旧，只不过多了一层被告发的风险和一笔打点官吏的成本。改革没有把田分回去，反而给基层官吏新增了一项敲诈工具。3年后，史建国4年，王莽下诏，王田买卖禁令放开。放开意味着承认失败，但他没有承认。诏书的语气仍然是体恤民情，暂行宽缓，仿佛这只是一次策略性的退让，而非方向性的错误。但这3年里已经有大量人因违令获罪，有人家破，有人流徙，有人因为一块薄田上了刑部，从此永无翻身之日。禁令存在的3年不是空白，是伤口，药撤了，伤留下了，而且比用药之前更深。王田令管的是土地，五军六管管的是钱。五军在长安、洛阳、邯郸、临淄、宛、成都6大城市设五军司事师，职能是评定物价，管控市场。物价过高时，官府平价出售；过低时，官府收购。理论上是均凭物价抑制投机。六管盐、铁、酒、铸钱、五军赊贷、山泽采集6条经济命脉全部收归国营，民间不得私营。这套方案有它的理论来源，周礼中的全府制度加上桑弘羊的盐铁官营，但理论来源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谁来操作这套系统。王莽想让国家驯服市场，但国家没有驯服市场的能力，帝国官僚系统里没有人懂市场运作，盐怎么定价，铁怎么调运，酒怎么管控产量，赊贷怎么评估风险，这些技术活只有常年在市场里摸爬滚打的商人才会。于是王莽不得不从商人中选拔五军官吏，让他们来执行国家意志。结果是最懂市场的人拿到了国家权力，这比什么都可怕。商人在市场上受竞争约束，你价太高，别人抢你客户，但一旦获得官方垄断授权，竞争消失了，约束也消失了。这些商人出身的官吏干的事比垄断之前更狠，低价抢购农民手中的物资，高价卖出，差价入私囊，赊贷业务变成了高利贷，逾期即罚没家产。名义上的平准成了合法的掠夺，你去告他，他的行为有授权。民间商人被挤死，原先分散在无数商贩手里的经营权，现在集中到了少数几个有官方背书的人手中，但百姓并没有因此获益。国营垄断的效率远不如市场自发配置，供给跟不上需求是常态，盐价不降反升，铁器供应时断时续，偏远地区甚至买不到盐，老百姓原先至少可以在多个商人之间比价，现在只剩一个卖家，爱买不买。五军六管的最终效果是，豪商通过制度寻租变得更富，中小商人破产，百姓日用品供给更差，价格更高。改革的每一步都精准地加重了他试图治愈的病症，用现代语言说，这叫监管俘获，监管者被监管者控制了。但王莽不懂这个词，他只看到方案是好的，经典是对的，执行出了问题，一定是人的品德不够，于是他换人再换人，结果每一批新人都复制同一个腐败模式。因为问题不在个别人的品德，在于制度设计把狐狸放进了鸡舍，然后期望狐狸吃素。货币是王莽改革中最具破坏力的一项，因为它直接摧毁了经济运转的基础设施——信任。西汉五铢钱流通100多年，重量标准，金属实在，全国通认。这不只是一枚铜钱，而是100多年商业活动沉淀下来的公共信用。信用这种东西，建立需要几代人，摧毁只需要一道诏令。王莽一上来就把这个信用拆了。第一次改币，居舍2年，五铢钱不废，但加铸大权50，一枚铜钱面值50枚五铢钱，实际含铜量只是五铢钱的2-3倍。同时铸气刀500，一刀平5钱，面值更加离谱。这不是铸币，是抢劫。面值和含铜量之间的巨大落差，意味着谁手里还攥着旧币，谁吃亏；谁能铸新币，谁暴富。民间私铸因此泛滥，反正面值和实际金属价值脱钩了，铸币成了无本万利的买卖。第二次改币，史建国元年，废除所有汉制货币，推出宝货制，金货、银货、龟货、贝货、全货、布货6大类，28种面额。一个卖菜的农民需要搞清28种货币之间的兑换关系，这本身就是笑话。市场无法运转，交易近乎停摆，商人不知道该收什么钱，买家不知道该付什么钱，一笔简单的粮食买卖变成了一道数学题。第三次改币，废掉大小钱中最不合理的几种，保留货部、货权2种。第四次再调，前后折腾4轮，跨度10几年，每一轮都意味着上一轮的钱贬值或作废，持币者的财富反复被洗劫，不是被盗贼洗劫，是被朝廷洗劫。你昨天手里的钱能买10斗米，今天诏令一下，同一把铜钱只值2斗，你什么也没做，财富就蒸发了。民间的应对很朴素，不认新钱，继续用五铢钱。
王莽下令私用五铢前者流放，于是一个帝国出现了这样的奇景：官方货币没人信，民间货币被禁止，所有交易都被迫在违法状态下进行，违法者不可胜数。按律株连邻里，5家连坐，监狱爆满。长安城中因币制获罪者挤满了廷尉府的走廊。货币是经济的血液，王莽连换了4次血型，每换一次，身体就排异一次，4次之后，循环系统彻底衰竭。如果说前3项改革至少还有经济逻辑，改名就纯粹是信仰行为。王莽是正名信徒，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，王莽理解为只要把名字改对了，事情就会变好。他把一句哲学命题当成了操作手册，于是他改了一切。郡国名100多个郡级行政单位大面积更名，有的改了1次不满意再改，3年内改了4、5次。地方公文从长安发出到郡国时，当地已经换了名字，公文成了废纸。郡国之间的公函需要附一张新旧名对照表才能看懂。有些郡改过3次名，公文里前1半用的是第2版名字，后1半用的是第3版，收文的人完全不知道在说哪里。官名大司农改成西河，后又改纳言，太守改大尹，县令改宰，整套官制术语全部替换为周礼古名。在任官员花大量时间学习新称谓和新公文格式，彼此行文措辞稍有不合，新制就要被驳回重写。外交名最为致命，匈奴单于改成降奴伏于，高句丽改下勾丽，西域诸国封号全部按经典模式重造。匈奴因改名而震怒，断绝和亲，重启边患。王莽用一个名字换来了一场持续数年的边境战争，北方数郡百姓深受其害。改名不产生1粒粮食，不修1池水渠，不安置一个流民，但它消耗了巨量的行政资源。当基层官吏把精力用于背诵新地名和新官名时，黄河在天凤年间决口改道，数10万灾民无人赈济。名字改了，现实一个字没变。回头看王莽新政的全貌，你会发现一个残忍的规律，他每一项改革瞄准的靶子都是对的，但每一发子弹都打中了旁边的人。王田令瞄准豪强，打中了小农；五军六管瞄准奸商，喂肥了商人官吏；货币改革瞄准金融混乱，制造了更大的金融混乱；改名瞄准正名定分，制造了行政瘫痪。诊断正确，药方古旧，手术过猛，执行者有病，病人死在台上。所有改革同时发力，等于对一个重症病人同时做4台大手术。每一台单独来看，也许还有一线希望，虽然是古方，但方向至少不算离谱。但4台一起上，病人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住。他不是死于某一项政策的失败，而是死于系统性休克。而最深的悖论在于，改革需要一个强大高效的官僚体系来执行，但西汉留给王莽的官僚体系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。这些人是地主，是关系网的节点，是既得利益者，要求他们革自己的命，等于要求病毒帮忙杀死病毒。第1期就说过，改革者需要刀柄握在被改革者手里，这句话从盐铁会议一直适用到新朝灭亡。王莽至死不明白这一点，他以为方案是一切，只要方案合乎经典，合乎天道，执行只是细节，出了问题一定是执行者品德不够，换人就好。于是他反复换人，反复颁布补充诏令，反复修订细则，每一道补丁都让系统变得更复杂，每一层复杂都让基层更难操作，每一次操作困难都催生更多腐败和敷衍。他把一个已经超载的系统继续加码，直到所有齿轮同时卡死。政治从来不是方案的艺术，政治是执行的艺术，而执行的前提是理解你手中的工具，你脚下的土地和你面前的活人。王莽理解竹简上的古人，但不理解面前的活人。药方写满了竹简，最后刻在了墓碑上。从外戚子弟到安汉公30年，从安汉公到皇帝10年，从皇帝到废墟15年。回头看这整条路，谨守礼法，礼让成名，服命迭治，禅让登基，王田重分，五军控事，4改货币，正名天下。每一步都有经典依据，每一步都走进了死路。他不是走错了方向，他以为路在那里，但那条路从来不存在。